我是相声公司紫竹社的台柱子，一年帮公司赚了2000万，可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，师傅却只甩给了我36000块。场地是我的，道具布景是我的，就连你的本事都是我教的。没找你要伙食支租费，还能给你36000，你就烧高香去吧。我还想再争辩什么，可师娘却突然大声哭了出来，她声音悲怆：“你非要把你师傅逼死才满意吗？”至此我不再说话，转身就退出公司，在网上开启了相声直播。当我带着4亿点赞和100万打赏结束直播时，有朋友给我发了段视频，视频里师傅看着空荡荡的观众席，都快把头上本就不多的头发都薅干净了。年底分红那天，师傅把一沓薄薄的现金扔到了我跟前。你每月工资3000，这是36000，拿着吧。我看着那3万块钱，再抬头看了看师傅，一脸的难以置信。师傅，就这些？今年1年，我大大小小演出200多场，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跑3个场馆，连口水都顾不上喝。有时候带队去其他城市，更是全程自掏腰包垫付食宿费跟车费，帮团里赚了2000万先不说，就这36000都还不够我店的钱。而且我跟师傅早有约定在先啊。前2年演出我不拿1分钱，从第3年开始，我演出的收入咱们对半分，这不是我们早就定好了吗？可听到这话，师傅却是嗤笑一声：“约定？屁的约定！你也不出去看看，现在整个相声界什么行情？要不是跟着我，别说3000块1个月，你现在都得去大街上要饭去。”这话听得我只觉一口气闷在了胸间，堵得难受。可他到底是我师傅，我只能强压情绪道：“就算不按约定来，可这3000块1个月也太少了点吧？光是我今年垫付的都不止3万，你要不信，我这儿还有发票。”只是我话刚说完，师傅却是一把将办公桌拍得山响。靳云，打你10来岁那会儿就在我家，我供你吃，供你住。现在就因为这点破钱，你就要跟我算那么清楚，你还是人吗？说着，师傅就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跟我谈规矩。好，那我就好好教教你，什么叫规矩。这演出场地是我的，道具布景是我的，你就登个台张个嘴说2句话，凭什么跟我对半分？我说白了，你就是个臭打工的。这一字一句都宛如一记记重锤，将我心中的师徒情砸得粉碎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们不是师徒，只是最简单的雇佣关系。至此我也不再争辩什么，只是默默点业内出了名的女强人。1年前她就开始联系我，想请我入驻虎音，并在全国开启首场相声直播。靳先生，我们可以每年支付你1000万的签约费，至于观众打赏，我们保证55分账。我当时虽是心动，也认为直播更符合当前市场，可师傅却严禁团里任何人开直播。开启直播就容易沉迷在赚快钱的幻觉里，没了耐心打磨本事的心思，早晚会废。我曾经也对这话深信不疑，直到有次无意间听到他跟师娘刘英谈话。他们一旦开直播赚了钱，我可就没办法用低价甚至是免费让他们帮我赚钱了。当时听了这话虽然痛心，可他到底是我师傅，也只能把这事儿压在心里。电话那头的杨经理很是兴奋：靳先生，你说真的？那太好了。还请你稍等我1天，我现在人在国外办事，等明天晚上8点，我飞机一落地，立马就去跟您签合同。挂掉电话，我刚走出2步，转角就看到了一个娇小的身影，那是师傅的女儿林柔。我们打小就在一起长大，此刻她正双眼通红地看着我。大师兄，刚才你跟我爸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你这是要走？我没说话，只是上前揉了揉他的脑袋，随即从怀里抽出了1万块钱递给了他。昨天你不是说想请你喜欢的男孩看场电影吗？在外面别花别人的钱。林柔没有接，我这就去找我爸。只是转身朝师傅的办公室走了去。他声音不大，却异常坚定。可我知道他去了也没用，反倒是徒惹师傅生气。我刚想伸手去拉他，一道身影却率先挡在了他身前。那是个穿着贵气、很是富态的中年女人。小柔，靳云，怎么急吼吼的？
干嘛去啊？林柔见了女人，身上的气势瞬间就消减了几分，脚下更是不自觉地连退了好几步。这女人是她继母，也是我的师娘刘英。林柔看着她，几次张口，却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见此，我忙上前打圆场：师娘，我这不刚领了工资，小柔就想让我带她去买点好吃的。刘英听了也不疑有他，只是看着林柔略有责备：你这像什么话？你师兄一年能赚几个钱？想买什么跟妈说就是了。说完，他就从自己的大牌包包里掏出了100块钱朝我递来，拿着，给自己也多买点儿。瞧你最近瘦的。我没接，跟他道了声谢，随即就拉着林柔出了公司。而刘英看着我们，眼神却是愈发阴沉。也就在这时，办公室大门打开，师傅走到了刘英跟前。他到底是有真本事的，要真逼走了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刘英冷笑一声：放心，等过了明晚，我保证他跪着求着留在公司。我刚拉着林柔走出公司，他就一把甩开了我。等我追上时，他早已是泪流满面。见我赶到，他突然扑到了我怀里。大师兄，我不想你离开，我一定会让我爸把钱还你的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听到这我没说话，只是轻轻地把手搭在他头上，一如小时候他受了委屈躲在我怀里哭泣一般。可也正在此时，我的手机却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，是师娘打来的。我刚按下机听见，电话里就传来了她那爽朗而又温柔的声音：静云，忘记告诉你了，为了庆祝咱公司利润突破600万，你师傅决定明晚8点在平歌酒楼开一场庆功宴，你和小柔都别忘了来啊。听到这，我跟林柔对视一眼，眼中都透着迷茫，可到底还是答应了。刚挂断电话，林柔就抬眼对我说道：大师兄，你等明晚，我一定跟我爸说好，让他把钱退给你，能不能不要走？看着他这泪眼婆娑的样子，我虽心知不可能，可到底是不忍拒绝。见我点头，他眼里这才稍稍恢复了些光彩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就突然从兜里拿出了2张电影票递到了我跟前，他脸色微红：大师兄，我能请你看场电影吗？这一下给我看愣了。小柔，你不是说你……话没说完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忙抬眼看向他。可此时的他都快将脑袋埋进了衣服里，只是那2张电影票依旧坚定地伸向我。第二天晚上8点，林柔挽着我的胳膊，我们带着贺礼一起走进了酒楼。刚到包厢门口，师娘的弟弟，也是公司副总的刘建新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：姐夫，您看他静云这像什么样子？7点的庆功宴，这都8点了，还没个人影。还有昨天您好心好意给他分红，他不感恩不说，还敢跟您大小声，整个一欺师灭祖的玩意儿啊！也就是您善，到现在还留着他。要是换了我，早把他撵大街上要饭去了。师娘听了这话，也在一旁接话道：建新，怎么能这么说你师兄？他迟到那肯定是路上有事儿耽搁了。师娘这话听得我跟林柔都是一愣。昨天他电话里可说的明明就是8点。林柔察觉到我脸色有些不善，也生怕他们在里面再说什么过分的话，忙一把推开了包房大门。大师兄才没有迟到，昨天明明告诉他庆功宴是晚上8点。这一动静瞬间引来了整个包厢内所有人的侧目。师傅面色阴沉，几个公司管理层看着我是满脸鄙夷，可师娘脸上却没有半分不适，只是看着我们热情道：哎呀，静云、小柔，你们可算来了，来，快坐快坐。这一句话就把迟到的话题遮了过去。小柔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我伸手拦了下来。紧跟着，我就把今天刚花了5000块买下的一把香妃竹的折扇双手呈向了师傅。师傅，我祝您……只是我话都还没说完，那把折扇却突然被刘建新伸手拿了去。他看着那扇子，脸上露出了一抹浓重的鄙夷之色。哟，靳云，现在都那么大腕了，这种几块钱一把的地摊货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？说完，他就把那折扇很是随意地扔到了桌子上，桌面上的油渍酒水瞬间就将扇面侵染得污浊不堪。林柔看着这一幕，眼神死死瞪着刘建新，可不等他发作，师娘刘英就适时站出来打起了圆场。什么贵呀贱啊的，靳云能来，我跟你师傅就很高兴了。这一句话算是把我送的折扇彻底贴上了便宜货的标签。刘建新对这话很是不满。姐，你大度，可就怕有些人拿你大肚肚当成他不要脸的资本。说完，这人就转头看向了我。靳云，你好歹也是个知名人物，按着老规矩，你师傅今年可没少给你分红吧？来，说说，你拿了多少？
这破扇子又花了你几个子儿啊？包厢内的目光瞬间就勾起了不少高层的好奇，他们纷纷侧目看向我，可师傅师娘的脸上却浮现出了一抹尴尬之色。师娘忙要岔开话题，可我却直言道：3万6。我师傅一共分了我3万6千块，刚那把扇子是香妃竹材质的，价值5000。此话一出，那人顿时就是一副活见鬼的表情，满眼的不可置信。师傅的脸色更是黑成了锅底。师娘眼见形势不对，忙开口道：缙云，咱做事儿可不能只看钱啊！这一年，你师傅带着你走南闯北，为了捧红你，可是花了大力气的。你可千万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东西，要大度一点，把格局打开。见师娘这么说，刘建新也是立马出声附和：就是，缙云，你看看你现在万人专场都开上了，多风光啊！换了我是你，别说3万6，我1分钱都不要，必须好好报答师傅师娘的栽培。听到这些话，林柔是再也忍不了了，豁的一下站了起来。够了！这一下着实将在场众人都吓了一跳，唯独师娘的嘴角却缓缓翘了起来。林柔抬头看向师傅，眼神坚定：爸，您就把欠大师兄的分红都还他吧。当年您年轻的时候，不就是因为您师傅只分你30%收入，您才离开他的？可怎么到了现在，您反而也学着您师傅的样子逼大师兄呢？林柔话音落下，整个包厢内顿时鸦雀无声。下一秒，师傅就猛地站起了身子，他双目死死地瞪着林柔：混账！你给我闭嘴！可林柔此刻哪里肯听，只是继续道：爸，你一直教导我说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，可你对大师兄这样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林柔话音落下，师傅就是一声怒吼：够了！说完，被自家闺女当着人前这么说，这让师傅顿觉颜面尽失，猛地一拍桌子就朝着林柔冲了过来。其余所有人见此是赶忙起身拦他，可许是场面太过混乱，师傅一个没站稳就直挺挺地摔向了那张酒桌。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满桌的酒水菜肴洒了一地，师傅满身满脸都被弄得污浊不堪。一时间现场安静极了，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。我跟林柔忙要上前去搀扶师傅起身，可我刚往前迈了一步，师娘却突然放声大声哭了起来：缙云，师娘求你了，别闹了行吗？难不成你非要把你师傅逼死你才满意吗？这一幕更惹得全场鸦雀无声，直至一道照相机的闪光打破了沉默。我扭头看去，刘建新正举着相机一脸坏笑地看着我。至此我哪里还能不明白怎么回事？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我几乎都能想出明天的头版头条：震惊，相声红人缙云大闹师傅庆功宴，师娘泪洒当场。身为徒弟的他居然这么对待师娘，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泯灭？也就当此时，刘建新缓步走至我跟前，冷声道：缙云，你不是能耐吗？还对半分，你配吗？可刘建新这话刚说完，包厢大门却突然被人猛地一把推开，紧跟着一名留着黑色短发戴着墨镜的飒爽女人，就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裹着一身寒风走了进来。你说谁不配？包厢里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就聚到了门口。杨总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，戴着墨镜，浑身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气场。刘建新压根不认得他，眼神上下肆意打量着对方，语气里满是轻浮傲慢。你谁啊？这可是我们紫竹社的私人宴席，谁让你随便闯进来的？他往前踏出2步，刻意挺直身子，摆出嚣张模样，压根没把杨总放在眼里。他见杨总没有开口，越发肆无忌惮，转头又将矛头对准站在一旁的我，言语极尽羞辱。缙云，你本事没长多少，倒是学会找外人撑腰了，靠着女人出头，妥妥的吃软饭。这番刻薄话语听得我心底一阵发凉，往日同门情谊彻底消散殆尽。他越说越发张狂，目光重新落回杨总身上，嘴角勾起一抹猥琐的笑意，当众出言调戏：这位美女，跟着缙云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没前途，不如跟着我，保准你吃香喝辣。可也就当此时，师傅终于是认出了杨总，他连忙上前大声呵斥刘建新：你给我闭嘴！师傅连忙整理了一下自己皱巴巴的衣服，快步走上前，脸上堆着谄媚的笑，语气都变得小心翼翼：杨总，您怎么来了？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不知道是您，多有冒犯，多有冒犯啊！师娘也跟着反应过来，刚才的嚣张气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脸上堆着假笑，连忙上前帮师傅打圆场：是啊，杨总，实在对不住，建新这孩子不懂事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杨总轻轻挣开师娘想碰他的手，语气冷淡：
没有半分多余的情绪，目光扫过包厢里的人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我来干什么，与你们无关。我今天过来就只有一个目的，找静云。师傅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。杨总找找他有什么事儿？他是我们社里的人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您跟我说，我来安排。他还想把我当成他的私有财产，以为这样就能讨好杨总。可他不知道杨总今天来就是要彻底把我从这个火坑里拉出去。杨总冷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不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我找他是要跟他签合同，让他入驻我们虎音平台，开启全网首场相声直播。从今天起，缙云与你们紫竹社再无任何关系。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包厢里炸开了，师傅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不可能，杨总，您不能这么做呀！缙云是我一手教出来的，他是我们紫竹社的台柱子，他不能走。师娘也急了，连忙上前阻拦，语气强硬又带着一丝哀求，试图用师徒情分绑架我。杨总，您三思啊！缙云是师傅的徒弟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他怎么能说走就走？我们不同意，他绝对不能离开紫竹社。我看着他们着急上火的样子，再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冰冷的冷笑，语气里满是嘲讽和愤怒，一字一句地质问他们。现在想起我是徒弟了，想起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了。年底分红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我是徒弟？我帮公司赚了2000万，你们就给我36000块，那时候怎么不提师徒情分？刚才你们设下鸿门宴，让师娘当众下跪，故意陷害我。想让我身败名裂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是徒弟？我的话像一把尖刀戳中了他们最心虚的地方。师傅和师娘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再也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。包厢里的管理层也都低着头，没人敢吭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师傅才缓过神来，脸上的谄媚和哀求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阴沉和狠厉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语气冰冷：缙云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是我们紫竹社的正式员工，跟我们签了劳务合同的，你敢擅自离开，就是违约，必须赔付我们违约金。就是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要是敢走，我们就去法院告你，让你赔得倾家荡产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在相声界立足。对，告他，让他赔钱，敢背叛师傅，背叛紫竹社，就得付出代价。巨额违约金，多大点事儿？不管你们要多少，全部由我来承担，不用缙云出1分钱。他的话一出，包厢里的人再次愣住了。师傅和师娘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他们显然没想到杨总居然这么财大气粗，连巨额违约金都不放在眼里。杨总，谢谢你。不过这件事我自己能解决。从头到尾违约的都不是我，是你们。当初我们说好，第3年开始我演出的收入对半分，可你们却克扣我的分红，这是你们先违背约定。你们想要违约金，可以先把本该属于我的300万分红1分不少的还给我。要是你们不肯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我倒要看看律法到底站在谁这边。好，有志气。你放心，我旗下有全国顶尖的法务团队，只要你点头，他们会全程为你保驾护航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师傅和师娘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。他们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强硬，还得到了杨总的全力支持。他们知道今天这事他们彻底输了。刘建新也傻眼了，他原本以为靠着合同就能拿捏住我，没想到杨总居然这么护着我，连违约金都愿意替我出，还帮我找法务。他瞬间没了底气，瘫在地上，再也不敢嚣张。我不愿再继续留在这个满是算计和虚伪的包厢里，多看他们一眼都觉得恶心。我转身对着杨总点了点头。杨总，我们走吧。杨总点了点头，率先转身朝门口走去，2个保镖跟在身后。路过刘建新身边的时候，还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吓得刘建新缩了缩脖子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我跟在杨总身后走出包厢的那一刻，心里积压了多年的压抑和憋屈终于一扫而空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，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。走出平歌酒楼，晚风吹在脸上，带着一丝凉意，却让我无比庆幸。杨总，今天真的太谢谢您了，如果不是您及时出现，我今天恐怕真的要被他们陷害了。杨总侧过头看着我，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，语气轻松地说道：不用跟我客气，我既然找你合作，就不会看着你被人欺负，而且我相信你的实力，也相信我的眼光。可是杨总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今天包厢里发生的事情，他们肯定会歪曲事实，到处散播谣言，到时候我恐怕会身败名裂，连累到你们平台。签约的事情您还是再慎重考虑一下吧，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耽误了您和平台发展。你放心，我既然敢签你，就有把握摆平这些事情。你的人品和实力我早就调查清楚了，他们要是敢造谣生事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他们。
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，也不会让我们平台受到影响。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伴随着清脆的呼喊声。我回头一看，是林柔，她跑得气喘吁吁，脸上满是焦急。大师兄，等等我！你们先聊，我在车里等你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点了点头，对着杨总说了声谢谢。杨总转身走进了旁边的车里，关上了车门。林柔跑到我面前，大口喘着气，眼眶通红，脸上还挂着泪痕，看起来十分委屈。她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大师兄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今天的事情都是我爸和我师娘不对，还有我那个混蛋舅舅，他们太过分了，我替他们向你道歉。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瞬间软了下来。我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与他无关。不关你的事，你不用道歉。我知道，你也是身不由己，你没有错。林柔听了我的话，眼泪掉得更凶了，她哽咽着说道：可是大师兄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我爸他太固执了。小柔，我今天找你，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，你以后一定要多留心提防你师娘和你舅舅。我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早就发现不对劲了。他们经常私下里转移公司的资产，虚报账目，把公司的钱往自己口袋里装。我怀疑他们早就有侵吞公司资产的心思了。你尽快提醒你父亲，让他多加防备，别到最后他辛苦打听下来的紫竹社被他们两个人彻底掏空，到时候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林柔听了我的话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眼神里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。她连忙点头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大师兄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尽快告诉我爸的，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好，你自己也要小心，别让他们发现你知道了这些事情，免得他们对你不利。林柔点了点头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她看着我，语气带着一丝哀求：大师兄，你以后还会理我吗？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大师兄。我心里一酸，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。傻丫头，我当然会理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师妹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林柔听了我的话，终于破涕为笑，用力点了点头。我看着她，心里也泛起一丝暖意。在这个充满算计和背叛的地方，幸好还有这么一个真心对我的人。我们又聊了几句，我叮嘱她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然后便挥手道别。林柔看着我上车，直到车子消失在视线里，才转身离开。我坐在车里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心里思绪万千。我知道从今天起，我的人生将彻底改变。而另一边，林柔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，一进门就看到师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手里拿着一根烟不停地抽着，烟灰落了一地。师娘和刘建新坐在一旁，脸上带着一丝得意，显然是还在为今天包厢里的事情沾沾自喜。只是看到林柔回来，脸上的得意收敛了一些。林柔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走到师傅面前，轻声说道：爸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师傅抬起头，眼神里满是怒火，看到林柔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今天在包厢里当众顶撞我，让我颜面尽失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？林柔被师傅骂得浑身一哆嗦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说道：爸，我知道我今天错了，不该当众顶撞你，但是大师兄他没有错，是你和妈妈舅舅不对，你们克扣他的分红，还陷害他。还有，大师兄提醒我，让我告诉你，我妈和舅舅一直在私下里转移公司的资产，他们想侵吞公司，你一定要多加防备。师傅听完林柔的话，更是怒火中烧，猛地一拍沙发，厉声骂道：放屁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妈是什么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还有你舅舅，他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？你是不是被缙云那个白眼狼洗脑了？他自己忘恩负义，背叛我，背叛紫竹社，还敢让你过来诋毁你妈和舅舅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师娘连忙上前，装作一副大度温婉的模样，拉住师傅的胳膊，柔声劝慰：明德，你别生气，别气坏了身体。小柔年纪小，心思单纯，容易被外人蛊惑，她不是故意的。缙云她现在心里有怨气，故意挑拨离间，想让我们一家人反目成仇，我们可不能上她的当啊。刘建新也连忙开口附和，语气里满是委屈和愤怒，仿佛自己真的被冤枉了一样。是啊，师傅，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对不起您、对不起紫竹社的事情？
靳云他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您看重我，故意编造谎言来污蔑我和姐姐。您可千万不能相信他的鬼话，他就是想让您和姐姐我反目，然后趁机报复您。师傅被他们两个人一劝，怒火更盛，看着林柔，眼神里满是失望和愤怒，厉声骂道：被靳云那个白眼狼骗得团团转，从今以后不准你再提他的名字，不准你再跟他有任何联系，否则你就别认我这个父亲。林柔看着师傅执迷不悟的样子，心里满是委屈和着急，他还想再辩解，可师傅却根本不给他机会，对着他吼道：滚，给我回房间去！林柔没办法，只能哭着转身跑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关上了房门。客厅里，师傅的怒火渐渐平息下来，师娘和刘建新对视一眼，眼中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师娘看着师傅开口问道：现在靳云执意要走，咱们原定好的万人专场演出可怎么办啊？门票都已经卖出去了，要是取消演出，咱们不仅要赔一大笔违约金，还会砸了紫如社的招牌。师傅听到这话，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。万人专场演出是他早就筹备好的，也是他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实力的重要机会，他绝对不能取消。刘建新见状，立刻上前一步，脸上满是自视甚高的狂妄，主动揽下了这个任务。姐夫，您别担心，专场演出照常举办，丝毫不受影响。我可也是打小就跟着您研习相声技艺，您教我的那些本事我都已经吃透了，功底绝对扎实。到时候有我陪着您一同登台表演，我们二人联手呈现出来的效果绝对比靳云那个白眼狼强100倍，让所有人都看看谁才是紫竹社真正的台柱子。师傅听了刘建新的话，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神色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相声界的风云人物，只是后来渐渐淡出舞台，专心打理公司。他觉得自己的功底依旧还在，只要他登台，绝对能镇住场面。既然靳云执意要走，那我们就偏要把这场专场演出办得风风光光，让他看看，没有他，我们紫竹社一样能行。我虽说近些年少有登台，但是一身扎实的相声功底丝毫没有荒废。这次登台，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看清，谁才是真正的相声大师，谁才是紫竹社的顶梁柱。有你们俩联手，肯定能一战成名。到时候紫竹社一定会越来越火，成为相声界的龙头老大。那是自然，姐，您就等着看好吧。到时候我一定会让靳云那个白眼狼后悔，后悔他当初背叛师傅，背叛紫竹善。师娘拿出手机，翻出那张他当众下跪的照片，嘴角勾起一抹阴狠的笑容。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靳云，我们就把这张照片发出去，让所有人都好好看看他靳云是个什么德行。到时候他就算有杨总撑腰，也无法挽回自己的名声，这辈子都别想再登台说相声。刘建新听了，立刻拍手叫好，语气阴狠地说道：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我们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师傅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这样不好吧？毕竟他曾经也是我的徒弟，要是把事情做得太绝，会不会被人说闲话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念及师徒情分？他都背叛您了，都要毁了紫竹社了，您还对他手下留情？他可不会对您手下留情啊！只有把他彻底毁掉，我们才能安心，紫竹社才能安稳发展。再说了，我们只是把事实说出来，有照片为证，谁会怀疑我们？师傅被师娘说动了，想起我今天在包厢里的顶撞，想起我要离开紫竹社，心中的怨气瞬间压过了所有的师徒情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随着他们计划的启动，一时间无数关于我的热搜就冲上了各大平台的榜单。靳云欺师灭祖，大闹师傅庆功宴，一夜之间我成了人人喊打的白眼狼。可我看着这些热搜，心里没有过多的慌乱，反而异常平静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。我简单洗漱了一下，然后拿起手机给杨总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。杨总的声音依旧温和而坚定：靳云，你醒了，网上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别担心，我正在安排人处理。杨总，谢谢你。不过我想跟您说一件事，现在全网舆论对我极为不利，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连累到你们平台。如果您觉得不合适，我们可以解除签约合作，我不会怪您的。
杨总听完我的话，忍不住笑了笑。静云，你太小看我了，也太小看我们虎鹰平台了。些许无根无据的流言蜚语根本打不倒我们，也打不倒你。我既然选择签你，就不会因为这些流言蜚语就放弃你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让人去调查了，很快就能拿出证据，帮你澄清所有的误会，还你一个清白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安心准备直播的事情，不要被这些外界的声音影响。相信我，用不了多久，所有的真相都会大白，网友们都会知道你的委屈。听着杨总坚定的话语，我心里满是感激，所有的担忧和不安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。我点了点头说道：好，杨总，我相信你，我一定会好好准备直播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挂断电话之后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整理自己的情绪，准备直播的相关事宜。我知道，只有用实力证明自己，才能彻底打破这些流言蜚语，才能让所有人都看清真相。没过多久，杨总就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，附带一段视频。我点开视频，发现这段视频正是当晚平歌酒楼包厢里的全程无删减高清监控录像。视频画面清晰无比，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，当初师傅摔倒在地，根本不是因为我和他争执，而是被刘建新暗中伸出脚绊倒的。师娘当众下跪，也不是我步步紧逼，而是他自己突然跪下去的。全程都是一场精心策划好的苦肉戏。我看着这段视频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幸好有杨总，幸好有这段监控，否则我真的会被他们陷害的身败名裂，永远无法翻身。就在我看完视频的时候，杨总又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：视频我已经安排人上传到各大网络平台了，还有我们整理好的前因后果，包括你帮公司赚钱被克扣分红的证据也一起发布了。你放心，舆论很快就会反转。我连忙打开各大社交平台，果然杨总发布的视频和证据已经被大量转发，短短半天时间，视频的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，评论区的风向瞬间发生了惊天大反转。我的天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居然被误导了，错骂了缙云，太恶心了。师傅师娘还有那个刘建新居然这么坏，故意陷害缙云，太不是东西了。缙云也太委屈了。师傅师娘和刘建新看到网上的舆论反转，彻底慌了。他们没想到杨总居然会有包厢里的监控录像，还把所有的证据都发布到了网上，这下他们彻底暴露了。师娘看着手机上的评论，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，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慌乱。她知道自己的阴谋诡计已经彻底败露，要是再不走，恐怕就会被追究责任，甚至可能会坐牢。他悄悄看了一眼正在一旁焦头烂额的师傅和刘建新，心里暗暗打定主意，看来我必须要想想退路。从那天起，师娘就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开始转移公司资产，再加上师傅忙于准备演出，顾不上公司事宜，他做的是肆无忌惮。短短2天时间，整个公司就几乎被他掏空了。而时间也在一天天过去，很快就到了万人专场演出的当晚。师傅和刘建新二人早早的就换上了一身崭新的传统相声大褂，看起来意气风发，信心满满。他们乘坐着豪车来到了举办演出的大型剧场，剧场大门之外早就围满了各路闻讯赶来的娱乐记者，还有不少购买了门票的观众，场面十分热闹。记者们看到师傅和刘建新下车，立刻蜂拥而上，举着摄像机和话筒，纷纷抛出各种犀利尖锐的问题，句句都直击当下最热门的舆论话题。林先生，请问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是真的吗？您真的克扣了缙云的分红，还联合师娘和刘建新陷害他？林先生，您既然多年没有登台，为什么还要执意举办这场万人专场演出？您有信心能撑起这场演出吗？面对记者们的犀利提问，师傅脸色阴沉，眼神躲闪，根本不敢直面回应。他只是摆了摆手，语气强硬地说道：各位记者朋友，关于网上的流言蜚语都是虚假的，是缙云那个白眼狼故意编造的谎言，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，诋毁紫竹社。缙云心性不善，忘恩负义，已经被我正式逐出师门。从今以后，他与紫竹社再无半点关系。今天我登台演出，就是想要向所有人证明，我才是相声行业之中正统的实力派大师。没有缙云，我们紫竹社一样能行。这场专场演出一定会圆满成功。说完，他不再理会记者们的提问，带着刘建新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，匆匆走进了剧场之内。记者们想要跟进去，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，只能在门口等候，议论纷纷。而另一边的我，此刻正坐在杨总为我精心布置好的直播场地之中。直播场地宽敞明亮，设备齐全，灯光柔和，身后还挂着我的名字和虎音直播首场相声专场的横幅，看起来十分专业。杨总坐在我旁边看着我，脸上露出一抹鼓励的笑容，说道：缙云，别紧张，你是最棒的，相信自己，今天的直播一定会圆满成功。
让所有支持你的人都看到你的实力。我点了点头，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梁总，您放心，我不会紧张的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今天我一定要用实力证明自己，打破所有的流言蜚语，不辜负您的信任，也不辜负所有支持我的观众。我从容地调试好麦克风和摄像头，目光平静地看向眼前的手机直播镜头。这一刻，我心里没有半分紧张和慌乱，只有满满的底气和十足的信心。我知道，今天将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。墙上时钟的时针稳稳地指向了晚上8点整，线下的万人专场演出和线上的相声直播在同一时间正式准时开场。剧场之内灯光璀璨，座无虚席。师傅和刘建新二人并肩走上了宽敞华丽的演出大舞台，台下响起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，还有一些观众发出了质疑的声音。师傅拿起话筒，脸上堆着笑容，对着台下的观众说道：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紫竹社的万人专场演出，我是林明德，旁边这位是我的徒弟刘建新。可他的话刚说完，台下就瞬间炸开了锅。退票！我们要退票！我们是来看靳云的，不是来看你们的。就是，我们花了钱是来看靳云说相声的，你们凭什么代替他登台？赶紧退票！靳云呢？我们要见靳云！你们要是不让靳云登台，我们就退票，再也不来看紫竹社的演出了。退票声、呼喊声此起彼伏，响彻整个剧场，场面一度变得十分混乱，难以控制。师傅和刘建新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师傅连忙拿起话筒，试图安抚台下观众的情绪，语气急切地说道：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别激动，别激动。靳云他因为个人原因无法登台演出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今天由我和我的徒弟刘建新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相声表演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为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是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放心，我和师傅的功底都很扎实，一定会让大家看得开心，看得尽兴。可他们的安抚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台下的观众依旧情绪激动，退票声越来越大，还有一些观众已经开始起身离场，朝着剧场门口走去。师傅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，心里满是焦急和慌乱，却又无计可施。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安抚观众，可观众们根本不买账，依旧大喊着退票。好不容易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，台下的观众情绪才稍稍平复了一些。大部分观众虽然依旧不满，但还是选择坐了下来，想要看看他们的表演到底怎么样。要是不好看，再退票也不迟。师傅和刘建新松了一口气，连忙调整好情绪，开始正式表演相声。他们选择了一段流传多年的传统相声段子，可他们的表演却十分生硬，毫无新意。师傅的语速很慢，吐字不清，而且还经常忘词，时不时就要停顿一下，尴尬地看着刘建新。刘建新的功底更是差得离谱，不仅台词记不熟，还经常说错话，表情僵硬，根本没有一点相声演员的风采。他们的表演节奏拖沓沉闷，段子也十分老旧，不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。台下的观众越看越失望，不少人都开始打哈欠玩手机，还有一些人忍不住发出了喝倒彩的声音。太差了，这表演也太差了吧，还不如我上去说呢。就是什么大师啊，连台词都记不住，太丢人了。赶紧下去吧，别在这里浪费我们的时间。退票！我们要退票！这种水平也配举办万人专场演出，简直是侮辱我们的智商！喝倒彩声、退票声再次响彻整个剧场，比之前更加激烈。越来越多的观众再也无法忍受，纷纷起身离场。剧场之内空位越来越多，到最后只剩下寥寥无几的观众。还是因为买的是高价票，舍不得退票，才勉强留下来的。师傅和刘建新看着台下空荡荡的座位，还有观众们鄙夷的目光，脸上满是尴尬和羞愧，心里满是愤怒和不甘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精心准备的万人专场演出居然会变成这副模样，沦为所有人的笑柄。而与此同时，我的线上直播间却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。直播刚刚准时开播，在线观看人数就瞬间暴涨，短短几十秒的时间，在线人数就突破了10万大关，而且还在持续飞速上涨。直播间的评论区密密麻麻布满了网友们发来的留言，全都是前来支持我、鼓励我的暖心话语。靳云，终于等到你直播了，支持你，加油！靳云，我们都知道你受委屈了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，一定要好好表演，打他们的脸。期待靳云的相声表演，相信你一定是最棒的，让那些陷害你的人看看你的实力。看着屏幕上满屏的支持留言，我的内心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温热感动，所有的委屈，所有的不甘，在这一刻都化为了动力。我知道我不能让这些支持我的人失望。我调整好情绪，拿起话筒对着镜头，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，说道：各位观众朋友们，
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靳云，欢迎来到我的首场相声直播。非常感谢大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支持我、鼓励我，谢谢你。我的话刚说完，直播间评论区的留言瞬间刷屏，全都是支持你、加油之类的话语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正式表演相声。我选择了一段自己精心创作的新式相声段子，段子幽默接地气，贴近生活，而且节奏明快，笑点密集，很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。我表演的从容自然，语速适中，吐字清晰，表情丰富，语气生动，每一个包袱都抛得恰到好处，每一句台词都能逗得观众哈哈大笑。直播间的氛围越来越热闹，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调侃我、支持我，还有不少网友直接给我送来了各种打赏礼物，飞机、火箭、跑车，接连不断的刷屏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哈哈哈，太好笑了！靳云，你也太有才了吧，这个段子太接地气了，不愧是紫竹社的台柱子，实力就是不一样，比那个什么林师傅和刘建新强100倍。靳云，加油，我们会一直支持你，希望你以后能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表演。随着我表演的进行，直播间的在线观看人数一路飙升，很快就突破了50万、100万，甚至达到了200万。直播间的点赞量也一路疯狂上涨，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，点赞量就直接突破了1亿，随后又突破了2亿、3亿，最后定格在了4亿多。线下剧场的惨淡冷清和线上直播间的火爆热闹，形成了无比鲜明刺眼的巨大反差。师傅和刘建新在后台得知了我直播的盛况之后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又无计可施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沦为所有人的笑柄，而我却一步步走向成功。漫长的演出时间缓缓流逝，我的直播在观众们的依依不舍中顺利落下帷幕。直播结束的时候，在线观看人数已经突破了300万，点赞量达到了4亿5千万。我对着镜头再次向所有支持我的观众表示感谢，然后才关闭了直播。杨总看着我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靳云，恭喜你，直播圆满成功，你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没有让我失望，也没有让所有支持你的观众失望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通紧急来电突然打到了我的手机之上，来电人正是林柔。我连忙按下接听键，电话那头立刻传来了林柔满是焦急慌乱带着哭腔的声音，语气里满是无助。大师兄，你快来救救我父亲，现在出事了，场面已经彻底控制不住了。听闻此言，我心中顿时一紧，连忙出声仔细询问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紧急状况。经过林柔焦急慌乱的讲述，我才彻底知晓，此次线下万人专场演出，师傅赔得血本无归，前期投入的场地租赁费用、宣传推广费用、物料筹备费用全部打了水漂，亏损数额十分庞大。此前和社团达成合作的一众品牌赞助商、项目投资方纷纷开始讨要违约金，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就在师傅焦头烂额应对债主之际，众人这才猛然察觉发现，师娘早已提前卷走了紫竹社内部所有剩余流动资金，现如今早已消失不见，杳无音讯。得知所有真相的师傅瞬间彻底崩溃，深陷重重困境之中，一时间陷入无路可走的绝境。挂断林柔的紧急求助电话之后，我心中左右纠结犹豫，终究还是无法做到冷眼旁观。我转身找到身旁还未离开的杨总，将师傅如今深陷绝境的全部处境如实告知。杨总听完所有来龙去脉之后，神色平静淡然，当即开口表示所有事情交由他全权安排处理。凭借杨总自身雄厚的人脉资源以及强大的行事能力，没过多久便顺利查到了师娘的藏身落脚之处。很快众人便顺利将卷款出逃的师娘成功抓捕归案，依法追回了所有被私自转移侵占的社团资产。追回全部钱款之后，第一时间协助师傅结清了所有对外欠下的债务以及各类违约金。一场足以压垮紫竹社的巨大危机，在杨总的出手相助之下，顺顺利利彻底化解平息。经历过这一场场风波变故之后，师傅彻底看清了身边所有人的真实面目，也终于幡然醒悟，意识到自己往日里犯下的种种过错，满心愧疚，再也无颜面对我。他主动放下所有长辈身段与昔日高傲，郑重向我诚恳道歉，承认自己过往所有不对之处。我心中积攒多年的师徒隔阂与怨气，在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也早已尽数烟消云散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专心投身于线上相声直播事业，凭借过硬实力收获了无数观众喜爱。而我和心地善良、明辨是非的林柔，在历经风雨波折之后，彼此心意相通，情愫渐浓，褪去所有世俗纷争与利益纠葛，我们二人安稳相守，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。往后朝夕相伴，一同坚守心中对相声艺术的热爱，安稳踏实奔赴往后平淡安稳的幸福生活。